這鬼天氣真是離譜，剛才還風清月朗，轉眼就狂風暴雨。姐姐別生氣，都怪我，是我拉你進山找三條腿來啥忙？姐，這閃電怎麼跟小時候看見的不一樣？也太大了，看着好詭異。我看你才比較詭異，誰会用大来形容閃電？林少爺专心走路，当心路滑摔下去。老天，我錯了，求求你別打雷了，怪嚇人的。啊！這下徹底完了，我電腦裡日本姑娘的視頻還沒刪呢，這要是被上夫兄弟看見了，他們的口水能把我的電腦淹沒了。賊老天，你故意玩我是吧？老娘這輩子大風大浪都闖過來了，艱難時刻沒倒下，風波時期沒倒下，直面險境都沒退縮，今天居然要栽在自己親弟弟手裡，我死得冤啊！善神仙顯靈了，我們得救了。显個屁的靈，隨便一道雷下來，咱倆直接變烤雞。你這张烏鴉嘴，從小到大就沒變過。姐，我錯了，下輩子還做姐弟。喂，醒醒！赶緊醒醒，該起床做畢設了，別做夢了。誰啊？是誰捅了老子一刀？我就說他傻了吧，你們偏不信。瞧，自己打自己玩呢。你叫什麼名字？哥哥。不許欺負腦子不好使的人！你才有病！身為魔界的君王，竟然当众凶一個小孩子，太沒修養了！快醒醒！再不起床做畢設，姐姐的手術刀就頂在腦門上了！這裡是仙界？對呀，這裡是仙界的狼牙山。我是仙君蕭雲舒的女兒，我叫糖糖，這是我的哥哥諾諾。你該叫剛剛，你娘取名字的時候肯定沒用心。你與我娘親很熟？大俠何出此言？我娘親真的超愛吃糯叽叽的食物，她說糯米團子是世間最好吃的東西，所以才給哥哥取名叫諾諾呀。你娘太草率了吧？你說誰？草率？哼，就是你這個廢物打傷了我的小徒弟。是的，師父，就是他。林之禮，你我雖同仇敵愾，抵擋住了青天浩劫，保住了這3000世界的安寧，但這不代表你我就是朋友了。魔界和仙界向來井水不犯河水，你為何無故打傷我的徒兒？本座一覺醒來便在此地了，本座並不知曉方才發生了何事。還好我室友天拉着我看修仙小說刷仙俠劇，好歹知道魔界魔君要自稱本座。等等，他叫我林之禮啊！當初我還嫌棄書名土劇情無腦，現在好了，直接穿成書裡最大的反派魔君林之禮了。完了，這魔君的下場也太淒慘了。哼，不知道，傷人者張口閉口不知自己為何傷人，這事兒有意思了。娘親，他好像真的不記得事情啦。他剛醒過來時還扇了自己好幾個耳光，還問我們這裡是什麼地方，看起來呆呆的。他確有點不正常。你該不會是遭人暗算失憶了吧？方才還笑話本君取名草率，照你如今這模樣，豈不是草率到家了？本座現在只想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本座腰間這一刀到底是誰捅的？不是為山中採藥，本想上前查看你看你的生死狀況，可你突然躍起，不由分說便追着我出手，一路追到狼牙山。本座這是失心瘋了，無緣無故追着人打。失心瘋這等高級病症，你還不配。小之意，再仔細回想一下，你發現他之時，他可有什麼異樣之處？之意，他居然叫之意，是我想的那個之意嗎？眼珠子不想要了，你不過是失了記憶，不至於連基本禮儀都忘乾淨了吧？盯着一個未婚女子看這麼久，你想死嗎？本座絕非有意冒犯仙君，做下高徒。方才聽聞姑娘名諱，觸景生情，想起一位故人，
一時失態，還望二位海涵。無心之失，就此接過。失態可接過，但你打傷他的舊賬，不能一筆勾銷。那仙君想要如何了結？聽聞魔界有一顆定魂珠，你就用它做赔礼吧。定魂珠維繫魔界众生魂魄安穩，是魔界至寶，本座无权相随，不如本座将冰火衣赠与之意姑娘。成交。也罢，都是老熟人了，本君也不好太过分，就这個吧。小之夜，師父沒本事，只為了你要到了一件尋常衣物，委屈你了。這女若不是分明早有預謀，索要定魂珠只是幌子。從一開始，她盯上的就是冰火衣。確定了，這人的腦子就是有問題。那可是冰火衣啊，就這麼隨隨便便送出來了。而且師父說委屈了小師妹，他居然沒有反駁，果然有毛病。還算不錯，勉強配得上我小徒弟的身份氣度。別說，你還真別說，這人這副傻樣和自家那個不成器的弟弟還真有點像。私事解決了，現在說公事。天劫過後，各界的人才損失慘重，魔界的情況也不容樂觀。那幾個老東西的意思是重開玄天秘境，讓資歷老的弟子帶新入門的弟子進去修煉升級。玄天秘境緊鄰魔界，他們讓我跟你打聲招呼，到時候管好你魔界的人，避免雙方不必要的衝突。仙君這番話，自己聽着不覺得心虛嗎？天劫降臨之時，你們百般算計，逼着魔界入局擋災。如今劫難落幕，六界安穩，轉頭就將魔界撇開。這用人的態度實在算不上體面。來吧，孩子們，結賬了。都怪你，害我們一行人打賭輸了。輸給師父算不上丟人。哎，師父，這壺酒歸您了，酒壺可得還給我。這衣服我才剛上身，還沒有沾上我的氣味。幸好你穿上的時間不長，還沒對他生出感情，脫下來時便不會覺得難受。來，把它給師父。看在你讓本君贏了這麼多彩條的份上，本君去跟那幾個老東西談，看能不能讓魔界弟子一起參加。你們到底打了什麼賭？哼，想知道？行，先給零食吧。你先說。放心，我堂堂魔界之君，不至於賴你幾顆零食。他不是刻意拿捏旁人，只是見識過蕭雲舒的行事作風，那人向來拿到好處便翻臉，心思彎彎繞繞，不得不防。魔界疆域遼闊，資源富庶，遠非人間界可比，對方不會缺這點零食。那好，300極品零食。成交。那會兒師父說，如果你知道去玄天秘境獨獨撇下了魔界，定會出言嘲諷。我們幾個說，魔界之前也從不與各界一起行動，應該不至於。師父便與我們打賭，要是我們輸了，要把身上最值錢的東西給他。該不會這次看見林之義受傷的那一刻，就在算計我的冰火衣吧？若當真如此，那他的心計遠比他的美貌更讓人防不勝防啊！也難怪人家能坐穩仙君之位，活到了大結局。別跟我說你沒有帶零食。非常不幸，就是你想的這樣。 21世紀大學生為人處事的原則是什麼？那就是主打一個我不尷尬，尷尬的就是別人。本座都不知道是怎麼出來的，沒有零食也說得過去吧？先欠着，等本座回了魔界，差人送來狼牙山。晚一日，多加100零食。50，多一顆都沒有。成交，回見。這是能讓你恢復記憶的丹藥，換嗎？一壺魔界的鬼劍頭就行。這麼好的東西，還是你自己留着吃吧。哼。天王蓋地虎，你是250？原来是老鄉啊！你是哪裡人？還算你有點腦子。既然我們能穿越，別人也能，說不定還有別的穿越者也來自21世紀。春城，
你去过淳城的太平镇的潼關鄉嗎？去過。你只能再問我一個問題。潼關鄉有一家賣鍋盔的老字號叫陳記，他家的紅油耳絲鍋盔以前賣5元錢一個，加點蒜汁特別好吃，不知道現在漲價了沒有？明明耳絲鍋盔已經很美味了，你為什麼要加大蒜汁？那僵屍一般的氣味到底哪裡好吃了？還有，那家老字號叫李記，不叫陳記。你要再敢胡說八道，等回去了，我讓旺財咬你。那我讓你趕集的時候，把家裡的肉骨頭給旺財拿去，你是不是也忘了？那天宿舍的兄弟約我玩遊戲，我本來想着打一把就去，結果……很好，你不但欠債不還，還敢不聽我的話。再說了，穿越就穿越，你哭什麼？我害怕，怎麼辦？我會死得很慘。我的天，你真死吧，好吧。仇人知道了都會同情你。姐，你還笑得出來？我為何笑不出來？我是仙門團寵，我只需躺平就可以人生圓滿，我有不笑的理由嗎？你有，因為我是你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個親人，我死了，你就成光桿司令了。也對，咱倆自小沒娘，愛咱們的人都去世了，就只剩一個爛賭鬼的爹了，他不算親人。所以，你要想辦法救我。你姐雖然受寵，卻靈力低我，她救不了你，但本座能。來者何人？裝神弄鬼，出來！哼哼，聽聞林警官耐心極好，怎麼本座才說了2句話，你就生氣了呢？你到底是誰？幽冥阎王，寂滅。阎王，穿越者不算死人，你應該不是來抓我們的。請問你有何貴幹？我認得你，林之一，人間頂尖法醫，經手無數疑難案件，聲名遠播。我與閣下素未謀面，何來相識一說？你不認識本座，但你見過本座的屍身。我原名叫沈烈，是一名臥底警察。當年我奉命潛伏在大型販毒團夥，暗中搜集罪證，只為找準時機搗毀整條販毒鏈，卻不想快到收網時身份敗露，慘遭毒販虐殺，死後遺體被拋入荒山，無人知曉。那年深秋，有人報案說，在某處荒山發現了一具無名男屍，死者渾身遍布致命傷痕，臟器損傷嚴重，死狀慘烈。局長讓我親自到場勘驗。那個人是你？是我沈烈。我沒有完成任務，心有不甘，死後魂魄不散。你解剖我的時候，我記住了你的樣子，也記得你的本事。如今你已是幽冥阎王，來找我們做什麼？我不能讓警隊多年的心血化為泡影，更不能看着犯罪分子逍遙法外，繼續販毒害人。我要回到我們的世界去，完成任務。要回去現實世界，我們姐弟倆是關鍵。不愧是警校的高材生，一語中的。我查到，仙界有一件寶物，可以短暫開啟時空裂縫。我希望你們能幫我拿到它。穿越前每天都忙到很晚，累得快崩潰的時候，我就會想，要是能躺平當一條鹹魚就好了。來到這裡，我發現我真的有躺平的資本。你不知道我有多高興，你就不能晚來幾天，讓我多享受享受？是我不對，找個適合的時間，我請林姑娘喝酒。喝酒免了，等我需要幫忙的時候，你幫我一把就行。我也會幫忙。你個邪魔外道，別人見到你就退避三舍，你能幫什麼忙？從今天起，本座要帶領魔族改邪歸正，為守護正義出一份力。我查閱過資料，發現世間唯一能開啟時空裂隙的，是仙界一把名為春暉的鑰匙。作為鎮山之寶，春暉收在狼牙山的聚寶閣。100年前，春暉不翼而飛，前任仙君就是因為這件事而卸任。這些年，仙界一直在暗中尋找春暉，始終沒能發現其蹤跡。有消息說，即將開啟的玄天秘境是春暉最有可能出現的地方。也就是說，你想讓我進入玄天秘境幫你找鑰匙？正是。此番修煉，秘境中將會匯聚天下修士，這就意味着機緣與危險並存。我入秘境後會優先保證自己安全，以應對各方變數。這一點你能接受嗎？理應如此，可惜冥界之人無法進入秘境，我不能為你提供幫助，你萬事小心。我心裡有數，我若是找到鑰匙，如何聯繫你？我已為你們烙下幽冥印記，日後遇事只需心念動，便可與我傳訊。印記隱秘，不會被人察覺。你們在此逗留的時間太久了，趕緊走吧。日後再見，就按照我們剛才商量好的，站在各自的立場，演好這出戲。特別是你啊，魔君大人，管好你的嘴巴。
我知道了。你成了阎王，那真正的阎王去哪儿了？本王有多少年没見到过这样纯洁的灵魂了？沈炼，你忠勇可嘉，本王佩服。分内之事，担不起阎王爷的夸獎。分内之事，你以身涉險，潛伏毒窝數年，滔天功德，感天動地。也正因這份功德，你的魂魄可在地府自由穿行。只可惜我沒能完成臥底任務。若有機會轉生，我還會做警察。你們做臥底警察的太了不起了。本座這裡有一個讓你重塑肉身、還陽返世的機會，你要嗎？還陽？我已身死，怎可還陽？本座困守幽冥數萬載，從未見過人間煙火。我的心願便是去見識人間繁華，但天規所申，我無法自行卸任，必須找一位有德之人替我鎮守幽冥，執掌輪迴。1年之後，我會回來。1年後，你便可以重回人間界，繼續你的臥底任務，親手肅清漏網毒。我願意試。爽快。來，為咱們達成心願，小酌一杯。這是天道契書，白紙黑字為證。你替我掌幽冥，我助你還陽歸位，各償所願，絕不虛言。這不是代管履約，這是永久繼位閻王位。恭喜你，新閻王。你套路我，契約是你自願所簽，天道為證，何來套路一說？永久困於幽冥，再也回不了人間，這哪裡是機緣，分明是牢籠。你留地府長禪位判輪迴，也是在守護正義。安心，你人間的未盡之事，我會替你清算。其實我覺得沈警官現在這樣也挺好的，掌管幽冥地府，多威風啊！林之禮所言句句屬實，貼合沈煉過往臥底的艱險境遇，無人能出言反駁。要我說，閻王去了人間，他會對付那些毒販，沈警官就留在此間，享幾年清福，有我們陪着，你也不孤獨，這不挺好的？抓毒販是我的責任，怎可因為怕死就假手他人？我是一定要回去的。我支持你，我決定了，我去玄天秘境幫你找鑰匙。姐，秘境裡危險重重，你不要命了？你忘記了，你姐我也是警察，我與沈煉，你是比我大吧？我死的時候28歲，按照地府的說法，今年冥壽33歲。那以後私下裡我就叫你沈大哥了。沈大哥的心情我特別理解，沒有完成任務的那種憋悶，真的能要人命。不管秘境有多危險，我都要去。你們要是有個好歹，我咋辦？堂堂魔君還怕沒有好日子過？只要你管束好魔界子民，不讓他們四處作亂，沒人找你們的麻煩。我說的是這個意思嗎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們如果出了問題，我也不想活了。那就一起唄，有魔君加入，我們的勝算又多了一分。身處這片陌生的天地，能有同鄉故人、同道之人相伴，是難得的慰藉與溫暖。歷經千百年更迭5大宗門，分別為問劍、追月、清風、天音、萬全。現下由狼牙山清風宗執掌仙界主導權，各派最多篩選出5名能力出眾的弟子，由本派大師兄帶隊參加本次秘境修行。小之意，你可聽出幾位宗主的話了？這一次除了帶隊的師兄，參加修煉的清一色都是實力欠缺的弟子。你跟着去。我和林之禮明明是一起被雷劈中的，怎麼偏偏我提早穿越了整整1個月？還有元神採藥被妖獸咬死這件事，我到底該不該如實告訴師尊蕭雲舒？蕭雲舒門下親傳弟子本就寥寥無幾，最是護短疼徒。若是讓他知之真相，我這個冒牌貨定然性命不保，安穩度日才是上策。此事必須死守秘密。師父，我一個煉藥的藥修，不需要那麼高的修為，機會難得，讓更有天賦的同門去吧。秘境修行是天賜機緣，各派弟子爭搶不休，現在竟有人主動相讓，實屬罕見。一個個搶機緣搶得頭破血流，這不就跟內卷搶加班一樣？我好不容易才落得清閒，糟了，剛才腦子一放空，下意識就回絕了，偏偏早就應下沈煉，得去秘境找鑰匙。原著女主也要進秘境，老天爺偏心全給她鋪路，秘境寶貝全是她的，我過去根本撈不到半點油水。不行，咱們清風宗掃地外門弟子修為都優於你，你是我親傳，萬萬不可偷懶。煉藥師也得今生修為，我不願再見你被人追打。小師妹，師父說的沒錯，
修為越高，煉藥成色越佳。玄天秘境盛產稀有灵芝，就當做外出採藥就好。去，肯定是要去的。可我修為低微，此行又懷揣私心，稍有不慎便會露餡。再者，女主身負大氣運，真跟着一同前去，怕是到頭来只能全程陪跑，半點好處都撈不着。橫豎推脫不掉，索性乾脆點頭應允。是，師父。不對勁，以往碰到這事，他總要扯一堆借口，百般推諉，爭辯半天，迫不得已才肯讓步。今天答應的這麼痛快，定然暗藏心思。行，那你們下去準備吧，3天後出發。沈炼曾問我和知禮為何不願回現實，別人的父親顧家愛子，我爹卻嗜賭家暴，母親不堪折磨飲藥離世，只剩我與弟弟苦苦度日。多虧祖輩照料才活下來，那樣的現實我絕不想回去。也不知道阿里在魔界過得如何。玄天秘境横阴无昼，万古雾锁空山。上古道運沉壓四野，物藏千差，秘境深淺無人知曉。此地靈氣精純磅礴，濃度遠超6界尋常地域，充沛的靈氣對冥界魂魄有極強的侵蝕性，故而幽冥的人不敢輕易踏足。神界自認金尊玉貴，看不上此地法則播雜，不屑讓自己的門人在此歷練。除卻神冥2界，其餘4界妖界、魔界、仙界修士齊聚於此，人流龐雜，各方勢力暗流湧動。知意，耀陽，秘境裡危險重重，進去之後要緊跟着我們，切不可擅自行動。大師兄放心，我絕不會給大家添亂。師姐，我給你的護身符你帶了嗎？喏，記得牢牢的。昨夜林之禮通過傳訊術告知我秘境後續變故。原書劇情中，蘇婉和會遭人暗算，最終喪命秘境。蘇婉和這樣明媚的女子，怎能落得這樣的下場？我絕不允許悲劇在我眼前上演。在下季天明，天音宗門下大弟子，此番帶師弟師妹前來歷練，希望與諸位愉快相處。季師兄，你們怎麼來晚了？來的路上路過一處村莊，村子裡發生了瘟疫，我們花了點時間處理。季師兄，這是我師父新收的弟子林之意，入門還不到1年。小師妹是煉藥師，人長得好，心腸好，丹藥也煉得好。季師兄以後收到了好藥材，記得分我小師妹一點。柳微微外表溫婉無害，心性深沉，腹黑，愛慕季天明，將其視作專屬，排斥親近季天明的異性。蘇婉和高調引薦，不是為我鋪路，是為我樹敵。知意見過各位師兄師姐。煉藥師啊，是長得挺漂亮。蘇師妹放心，只要我有多的，一定不藏着掖着。這還沒進秘境，我就被這位惦記上，以後的日子不好過了。這片林子藏有噬魂黑風，是秘境第1道殺劫，專門針對修士心神與修為，並不好對付。文書心神，此風噬魂擾時，心月慌亂，月意被煞氣侵體。季師兄，多虧你反應快，出手及時。分內之事，秘境歷練，本就該互幫互助。季師兄，你往後退些，太靠前了容易傷着自己。我的修為比你們好一些，守在外圍最合適。你們護住自身即可。這風險很寒，都機靈些，護住身上要緊的地方。這群人戰力和心性都很不錯，倒是可以利用。幸好師兄反應夠快，這黑風也太嚇人了。是啊，方才我力竭，都有些站不穩了，多虧有師兄師姐們護着。多謝知意師姐，我方才差點就中招了。貼着大陣戰，別往外探。剛才是噬魂黑風，專破心符氣造者的靈力，是秘境的第1道殺劫。之後的考驗會比這個難度更大，大家要提高警惕。大師兄放心，我們必定謹慎行事。多謝季師兄臨危不亂，第一時間護住了我們，不然我等必定死傷慘重。這才是天之驕女該有的樣子。生性圓滑，擅長拿捏人心，城府極深，哪像畫本子裡寫的那樣，只撒嬌流淚，蠢而不自知。的確，若非季師兄先穩住局勢，我大師兄配合得當，這危急沒有這麼容易被化解。諸位謬讚，若無宋師弟幫忙，單憑我一人之力，難以穩定全局。
閒話到此，咱們即刻前行。大家都打起精神來，真正的凶險還在後頭。秘境煞气封禁了这片区域的灵力感应，通讯玉牌失效，我们联繫不上大师兄他们了。我修为淺薄，在这布陷阱的秘境裡難以自保，實在不敢獨自上路，只能與二位師兄師姐同行了。柳微微滿心算計，想摸清我底細，借秦耀陽當槍使，可他看錯人了。秦耀陽憨厚全是假象。蕭雲舒說的沒錯，老實人動怒，從不會手下留情。既然咱們被風吹到了同一處，便是有緣。你無需憂心前路，我會盡力護你們周全。秦師兄真有擔當，也難怪仙君會選你來試煉。有你這番話，我就放心了。柳師妹是劍修，小師妹是藥修，她比你更需要保護，不如讓她走在你我中間吧。旁人或許覺得秦耀陽言辭直白，不懂迂迴，可我卻看得清楚，秦耀陽不是不懂人情世故，而是利用老實人的人設，不動聲色化解柳微微的示弱。那這就多謝了。秦耀陽看似木訥，竟然不順着自己的節奏走。林師姐，你是狼牙山最頂尖的煉藥師，最是知曉各類靈植的藥性，秘境遍地奇珍異寶，有你在，咱們定能找到很多珍稀靈植。我可以幫忙辨認藥材，但秘境資源向來各憑機會，最終歸屬全看個人的造化與本事，所以我不能保證你一定能得到很多靈植。可是小師妹說的在理，秘境修煉本來就看造化機緣，不是我們的東西，我們也不能強求。就是，萬事隨緣，不能強求。出了這片林子，咱們試着聯繫大師兄。好說，我聽秦師兄的安排。七色菊，若能將七色菊盡數收入囊中，我在師門心中的地位必定大幅提升，而那些天天叫喊着缺少好藥材的同門們，也能發自內心的高興一回。這種七色菊保存方式極為講究，在切開花莖的那一瞬間，要快速用靈力包裹住切口，隔絕煞氣侵蝕，這樣才能鎖住花瓣內的藥效，不會造成流失。柳微微心性謹慎，算計周密，此刻尚未找到天音宗，且柳微微沒有十足把握能同時壓制我與秦耀陽。這種局面下，她不會貿然出手。不愧是天選之子啊！這七色菊是療傷聖品，平時想要一株都得花高價錢從百寶閣買，今兒居然遇見了一片。接下來我要像狗皮膏藥一樣粘在柳微微身邊，她靠氣運尋得的寶貝，必須有自己的一份。這片七色菊正是藥性鼎盛之時，咱們速速採購，若是晚了……兩位師兄，快來！這裡有很多七色菊，三位道友，我們也想採些七色菊，能不能跟我們說說採收之法？皮膚白的男子是追魂左使沈白，皮膚黑的男子是追魂右使楊洋，那個少年是小閻王。不是說冥界的人不能進入秘境嗎？現在這是什麼情況？很抱歉，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上來。我主修劍道，不通藥理，對採周之法一無所知。事事抽身，立即避免，典型的白蓮花作態。可以啊，此法簡單易懂，聽我說一遍你們就明白。這應該就是界面大人說的那位姑娘了，果然是個爽快人。這個請你吃。多謝你願意教我們採花，謝了。待秘境歷練結束，姐姐帶你去仙界逛逛，仙界景致萬千，好物無數，保準你見之難忘。那太好了，我長這麼大還沒去過仙界呢。小友年歲幾何？我年歲尚淺，不過300歲而已。這還叫小？我輪迴4世也不一定能活到這個年齡。我們此行有2個目的：一是遵界面大人密令，暗中保護靈之意；二是燒售秘境靈植，像這種七色菊，對受損魂魄有絕佳修復滋養之效，多多益善。秦兄，手法嫻熟精妙，可否賜教一二？只要柳微微不動手，自己就能收穫更多的七色菊。林師妹，你採了這麼多花，肯定用不完，不如分我一些。下次我獵到了好東西，也分給你。柳微微不願不動手，想不勞而獲，還空口許諾，太過奸猾。這位漂亮姐姐，你說晚了哦。易姐姐已經答應把她採的七色菊分我一半，即便分你一半，她也還有不少。況且秦師兄方才也採摘頗豐，允我一些，應當無妨。這些花已經不是我的了，我用它們跟沈兄弟換了酒，跟楊兄弟換了消息。如此一來，我就沒有多餘的可分了。你剩下的一半也有不少呢，真的不能分我一些嗎？我不多要，就要你懷裡那些就行。不好意思，彎腰太久，手臂發麻，一時沒有抱穩。還能這樣？學到了，學到了。你怎麼能這樣？我們是同伴，你給分我一些怎麼了？他們也是我的同伴啊。他們撿去了也不算浪費，不是什麼人都能做我們的同伴，可不是嘛？
不是什麼人都有資格做我們的同伴。秦師兄、沈大哥、楊大哥，好東西不能都讓咱們占了，剩下的這些花就留給後來的人吧，看看他們誰能搶到這份机缘。還有這麼多，你不要了。做人不能太貪心，這東西对咱們有用，对別人也有用。咱們摘了藥效最好的，這已經是占了天大的便宜了。如果一點都不給別人留，天道會看不下去的。秘境裡的東西，誰先找到就是誰的，沒有規定要給別人留。是沒有規定，我只是不想採了。我們要繼續往前走了，你是留下來採花，還是與我們同行？不对劲，前面没有虫鸣风声，太安静了。越是这样，越说明这片林子裡藏着東西。柳姑娘，危急关头推他人挡灾，非正道修士所为。沈公子誤会我了，方才群狼來勢洶洶，我不及防備失了平衡。我與林師妹同為仙門同道，怎會故意傷她？公道自在人心，柳師妹不必多言。秦師兄，我真的只是一時失手，清者自清，我不願無謂爭辯。真假對錯，你我心知肚明。秘境凶險，最忌同行人心思不準。接下來大家要守好自己的位置，切勿給這些畜生可乘之機。沈叔所言極是，既然同衢，該同仇敵愾。我記住了，日後我會把握好分寸，不再引起誤會。先清理乾淨這些兇獸，以絕後患。別的事之後再論。林姑娘，借一步說話，在下有要事相告。沈兄有話，但講無妨。我與楊洋此番進入玄天秘境，並非偶然，是奉寂滅大人之命，送一樣東西給你。送東西？秘境禁制森嚴，冥界之人擅自靠近玄天秘境，天道會降下懲罰不說，這裡的靈力也會讓你們的身體受損。你們至今沒事，我才是吃了擬人丹。可這擬人丹不但時長有限，而且還有很強的副作用。什麼東西值得你們冒這麼大的風險？此物是一幅上古圖畫，是昨夜寂滅大人在閻王殿封存的古籍中尋得。聽說與一把叫春暉的鑰匙有關，時間緊迫，送去仙界給你已來不及，我們只能出此下策，來這裡找你。沈煉千方百計找春暉，不只是為了自己能重返人間界，還有別的隱情。至於這個隱情是什麼，目前還不得而知。我知道了，把東西交給我，你們趕緊離開秘境，給寂滅大人帶句話，我會盡力而為。吃了擬人丹，我們自身的修為被壓制在極底。方才與玄狼一戰，我與楊洋小閻王不得已動用了本源之力，怕是天道已有察覺。我們不能再繼續往前了，接下來的路你要格外小心。那姑娘心思不正，不是善茬。我能對付她，你們馬上離開。一旦有人發現你們是冥界之人，怕又是一場風波。把圖收好，出去後我們立刻回冥界。之後若再有春暉的消息，寂滅大人會及時通知你。小閻王怎麼也來了？我聽我師父說過，小閻王在成年前不奉詔不能離開冥界。小閻王好奇心極重，我們出發時正好被他看見，他便一路尾隨，死纏爛打要跟着我們來秘境。我與楊洋拗不過他，只好帶着他同行。4代小閻王出冥界是重罪後，我倆這頓罰是跑不掉的。罰你們做甚？該罰那不聽話到處亂跑的小孩，不讓他知道害怕，他下次還敢。我會把你的話原原本本告訴寂滅大人。我們離開後，你務必多加小心。我觀那姑娘性格執拗，是不達目的不罷休的人。之後若再有險情，多考慮自己的安全，切莫陷入險境。多謝你的提醒，此事我自有分寸。你們無需擔心我，趕緊走吧。
這片古地氣場不對，比玄狼之地更凶險，大家務必當心。不管什麼妖魔鬼怪，尽管来，我正好试试師傅给我的短剑。我明白了，定会紧跟二位，配合行动。我最多再撑一回合，你们趁机脱身，去找师兄他们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清风宗弟子绝不丢下同门，独自逃生。林师妹，方才凶手逼近你身后，我情急之下出手相助，不慎误伤了你。你確定你是在幫我，而不是想要我的命？你不思感激就罷了，反倒污我名聲。林之一，你師父就是這麼教你做人的嗎？說我就說我，別拿我師父說事，否則別怪我不給你臉。多說無益，我懶得與你爭辯。咱們還是先想一想如何度過眼下危機。如果柳師妹是故意傷你，等出了秘境，我定會將此事稟報給師父，讓他為你做主。我清風宗的人可不是那麼好欺負的。這廝怎麼不按常理出牌？這個時候他不是應該當和事佬、和稀迷嗎？聽見秦師兄的話了嗎？這事兒沒完。林妹子，專心對付蟒蛇，切勿分心。同道本當同心御敌，你卻趁亂偷襲同門，仙門情誼竟如此臨界。道友誤會，我是急於幫林師妹封擋公事，絕非偷襲加害。出手封擋凶獸，那你的劍為何直指這位姑娘背後的死穴？仙門救人的招數，竟與我魔界殺人的方法一模一樣，聽着倒是稀奇。我二人觀戰許久，看得清楚，此前玄狼圍殺你便暗中伺機下手，現在巨蟒纏鬥戰局混亂，你又故技重施痛下殺手。次次對着別人的死角下手，也敢說你是想幫忙，還自稱好人。若這也算好人善舉，世間便無歹人惡行。戰局混亂失手而已，我與他無冤無仇，為何害他？有心為善，雖善不賞；有心為惡，雖惡難辭。你無需狡辯，你的心思我們看得明白。我相信你沒有惡意，所以咱們一起聯手殺掉這玩意兒吧。只是我已力竭，不宜作為主力衝在前面，你尚有餘力，就換你頂替我的位置，我站在你身後，如何？此蟒殺氣厚重，單打獨鬥難以速勝。諸月所側翼，我正面牽制，你們二人尋弱點打擊。此次咱們四人合力屠蟒，此物就由咱們分了吧。這玩意兒對我沒什麼大用，你用得上，我那份歸你了。剛斬完凶獸便昏了過去，這位林姑娘的身子骨倒是比我想象中孱弱得多。拖着一身傷戰鬥到現在，她已撐到極限了。這麼堅強的姑娘很少見，我很喜歡。林師妹是藥修，修為不算高，撐不住也實屬正常。若不是二位仗義相助，我們恐怕不能全身而退。今日之恩，我記在心上了。她這個修為不高的，倒比你這個修為高的出力多。這姑娘太不惜命了，能者多勞嘛。下一次有危險，你一定要讓我們看到你的實力啊！
我會的。如月，先取丹药穩住這位道友的內傷。至於這位林姑娘，她此戰靈力透支嚴重，又傷了經脈，家人後背舊傷撕裂，傷勢凶險。若再拖延，不止修為盡廢，性命亦難保具。你我身上都沒有对症的藥。唯一能助修復經脈、吊住性命、保全修為的，就是這枚上古蟒丹。哪有你說的那麼凶險？林師妹只是戰後脫力，休養半日便可自癒，何須浪費此等神物？我這裡有一枚續命固元丹，足以應對她的傷情。不如先將蟒丹留着，暫且用我的丹藥為她療傷。蟒丹是古蟒的精華，醞養修為、修復根基的效果極為罕見。我要過來給季天明留着，以備不时之需。留着？留着給誰？給你嗎？你受傷了，傷在何處？有多嚴重？朱月醫術很好，不如讓他替你診一診脈。我傷勢如何，無需萬人智慧。此番屠蟒我也出了力，這枚蟒丹有我一份，我自然有權決定它的歸屬。世人皆道仙门修心善善，济人為本。眼下同道濒死等着救命，你卻吝惜一顆蟒煞的內丹，不願施救，當真讓人笑話。我這人素來大方，你捨不得，我捨得，今日便替你行一次善舉。你不願行的善，旁人替你行了，也算你做好事。姑娘，你積了功德，定會長命百歲。簡直豈有此理！蟒丹是眾人合力所得，並非私物，你們憑什麼擅自做主，讓他一人獨占機緣？他重傷力竭是自身修為不濟所致，憑什麼要用大家的戰果為他療傷？憑這丹在我手中，憑方才你未出全力，憑你一心想要他的命，真要細數功過，你連分享戰果的資格都沒有。丹藥已用，木已成舟，再多爭執亦是徒勞。你若不能接受，大可自行離去。既然你們蠻不講理，咱們已經失去了組隊同行的意義。告辭。心胸狹隘、貪利偏執、利己損人，他這個性子遲早自食惡果。他結果如何，與我何干？倒是這位林姑娘因禍得福，那蟒丹的不但保住了她的性命，還讓她的修為更上一層樓。瞧，這就已經破鏡了。我昏迷之後發生了何事？林師妹為何昏迷不醒？二位是哪個門派的弟子？我們是魔界的人。你師妹強行稱戰至力竭，傷勢過重暈了過去。柳微微趁亂偷襲那一劍，險些廢掉她一身修為。是我們救了她，並以蟒丹為她修復內傷。現在丹力正在她身體裡游走，她短時間內不會醒。你還有沒有問題？一次性問完。多謝二位的救命之恩，這份恩情，清風宗必當償還。來時魔君就叮囑過我倆，說清風宗的人有君子之風，值得深交。若是你們遇上了麻煩，能幫則幫，我們不過是奉命行事罷了，閣下不必放在心上。錢要記，就記在魔街的賬面上吧。我第一眼就覺得這姑娘和我的眼緣，我是因為喜歡她才出手幫忙，跟你無關。二位來此也是為了修煉，魔界這次來了多少人？我們對修煉沒興趣，就是聽說秘境裡有很多有趣的東西，想來見識一番。我們追蹤凶獸蹤跡一路至此，沒想到已經被諸位斬殺。既如此，我們再去別的地方看看。蟒師渾身是寶，棄至此地太過可惜。既然諸位循着蹤跡趕來，也算與他有緣，不如咱們將他分了，就當是為這片林子做清潔了。施恩於人的話還能這麼說，高明。多謝姑娘，姑娘的這份情誼我們領了。不必客氣。順便問一句，你們一路過來，可曾見過我清風宗的人？清風宗的人我們沒有遇見，倒是半個時辰前見過天音宗的柳姑娘。當時她行色倉促，径直往西南方向去了，像是急着在什麼東西。西南地界，那是苏婉瑜的埋骨之地。西南密林，那片區域荒无人煙，煞氣甚重，尋常修士都會繞行。她去那裡做什麼？知禮說西南有青鳥的靈雨，得知可擁有閃電的速度，難不成他提前得到了消息？避開人群，獨闖兄弟，無非兩種目的：要麼搶奪上古機緣，要麼尋找可以利用的兇煞。此女心機深沉，不可不防。咱們還是離她遠一點為妙。可是，要走到秘境出口，西南之地是我们的必經之路。若她存心與咱們過不去，恐怕會有大麻煩。既然避不開，那我們也去。不管她藏着什麼心思，咱們就見招拆招。西南煞氣濃郁，靈氣雜亂無序，絕非自然形成。此地大概藏有上古禁制，務必當心。
這地方沒有任何生靈的氣息，太過反常，千萬不能掉以輕心。天然險地不會這樣規整，這片密林被人刻意修整過，或許藏有機關，大家仔細腳下。此乃遠古機關大能遺留的殺伐之物，沒有感情，沒有痛覺，不知疲倦，戰力遠超秘境尋常凶獸，萬萬不可輕敵。這批傀儡並非單獨作戰，全員共享同一陣眼，攻防一體，常規術法和蠻力轟擊都會被陣法分解，根本無法逐個擊破。他們根本找不到這東西的弱點，再這樣下去，我們會被活活耗死在這裡。上古機關術果然名不虛傳，不靠靈力修為，不憑肉身根基，純粹以結構制衡，陣法制動。比起遊戲有肉有破绽可循的修士，確實難纏數倍。他們無自我意識，不畏懼死亡。現在隘口也被陣法鎖死，後路斷絕，我們被困死在這裡了。大家快點想辦法！再這樣纏鬥下去，我們很難活着離開這裡。陣眼不除，傀儡便會一直不停地戰鬥下去。我們體力和靈力消耗巨大，最多再撐半個時辰。柳微微提前趕往西南，未必是去尋機緣。他大概早就知道此處設有殺局，才故意引我們來此，借這些機關殺人滅口，還能撇清關係。想坐收渔利，算盤打得倒是挺響，只可惜他選錯了對手。撑住！再坚持片刻，阵纹即將潰散。总算破了这死局。若非大家拼死戰鬥，無人能活。為了保護我們，兩位師兄，機關陣眼已破，傀儡群潰散，這一局我們撐過來了。機關大能的手段絕不會這麼簡單，我總覺得這勝利來得太容易了。魔界有一位善用機關的長老，他曾跟我說過，像剛才這樣的傀儡，在高級傀儡術中只是基礎殺器，真正的核心傀儡，不到最後關頭不會現身。是傀儡王，真正的殺招終於出來了。他體型笨重，正面破壞力極強，但轉身遲緩。我正面牽制，二位同道，游走側翼找破綻。尋常傀儡弱點在關節與頭顱，但他多重加固，可視部位全是偽裝防護，核心藏在體內。看不見就得想辦法看得見，既然硬拼不行，那就集中找他的破綻。此物靠陣法蓄力，陣破他便是一堆廢料。這一次不求速殺，以攻勢逼他不停動作，借間隙找出隱藏核心。就是現在，穩住牽制，不讓他歸位。戳死核心運轉點，咱們只有一次機會。防禦臨界一道，這次要卡死他的節點。弱點已然判明，可我們靈力耗盡，根本沒有餘力再發起一輪合擊。必須在他修復完成之前給他致命一擊。
不然死的就是我们。这是师傅早前给我的药，说是可以快速固伤提气。这东西大概能帮我们撑1炷香的时间。1炷香够了。药效时效极短，我们只有1次机会，必須一击定输贏。它的內部結構應該也和人體差不多，有一個類似心臟的東西控制着全身機關，承接陣法能量，是魁王一切活動的總指揮。此傀儡王机关詭巧，防禦無雙，尋常凶獸根本無法與之相提並論。師傅說的對，一人之力可撼巨象，卻難移山岳。的確如此，獨木難治大局，只有眾人齊心，方能共度難關。這東西雖然廢了，可它這滿身的材料沒有廢。你們瞧，那手臂觸到關節是百寶閣難得的天絕玉，手指的用料就更絕，用的是1萬上品靈石1顆的潤玉珠。你的眼力越發厲害了，這些東西外面塗着顏色，你也能看出來。老規矩，一起拆，拆完了再分。來吧，動手。這山川地勢結界紋路，為何如此眼熟？是啊，這不像是機關構造圖，更像是地域地形圖。林師妹，你看出端倪了？我不確定具體出處，但圖紙的結界、山水走向我似乎看見過，可是我想不起來那地方在哪兒，叫什麼名字？我看着也很眼熟，在哪兒見過呢？這不就是仙界和魔界交界處的望鄉谷嗎？這就是原身常去採藥的那個山谷。他死在那裡，我在那裡重生，又在那裡遇見穿越的之理。這望鄉谷有點邪門啊！這東西對我有用，就先交給我保管吧。見者有份，這麼多好東西，總不能都讓你們占了，不如也分我們一些。見面就要分你一些，如果我們不願意呢？這秘境裡的機緣本就是能者為之，你們這個狀態根本沒有守住他們的實力。識相的就交出寶物，離開此地，沒人不為難你們。我們拼了命才得到的東西，你嘴巴一張就要拿走，臉厚到這個程度，那上古蟒蛇都要自嘆弗如。有本事就來姑奶奶手裡搶，我倒要看看誰的骨頭比較硬。秘境之中，弱肉強食便是唯一的規矩。若不肯交出寶物，你們就留在這片荒林吧。他們的狀態正好，不能硬拼。咱們不跟他們比誰的靈力多力氣大，咱們主打拆解配合。我守正前方的主力，分守左右側翼，攔截迂回人員，切斷他們的合圍。朱月凌風負責破陣，緊盯敵方陣型薄弱點。林師妹伺機繞後，針對後排豎修出招，人員抱團，不要分散，避免被逐個擊破。他要單點撕開正面，你的路到此為止。靠着人數優勢強搶豪奪，這天下沒有這樣的道理。動手！我們認輸，是我自不量力冒犯了諸位，還望手下留情，留我們性命。今日之事，暫作罷。再敢強取豪奪傷人性命，定不輕饒。滾！此地不宜久留，越深入腹地，變數越多。咱們盡快上路。此話在理，現在就走。這走一路打一路贏一路的日子，我還蠻喜歡。難怪魔君說秘境裡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兒。你的魔君確實在誆你，他知道你對修煉不感興趣，但喜歡幹有意思的事，才這樣跟你說，為的是讓你來保護他的姐姐。我有賬要跟柳微微算，可不能讓他溜了。
一路奔逃，数次反抗，你能撑到此刻也是侥幸。交出天机果，我可以饶你。休想！我冒着丢了性命的风险才摘到一枚天机果，岂能拱手相讓？你一个体修，要那玩意儿干嘛？我找师妹是炼药师，这天机果可助她开天眼，探查高阶灵植物。你们休想拿走！无谓的抵抗没有价值，灵力耗尽那一刻，便是你陨落之时。还是乖乖把东西交出来吧。我说了不给，有本事就来抢！他已是强弩之末，撑不住再次出手。领队，我们再攻一次。一人服食1颗，调息半盏茶，再来一次。修炼手册上说的清清楚楚，不许抢夺他人机缘。你们半路截杀，蓄意掠夺，还要赶尽杀绝。天道惩罚不过是弱者自我宽慰的说辞，这秘境之中没有道义可言，只有强弱之分。如果坚持做正确的事是不识时务的话，那我就不识时务到底。这娘们儿的脾性和萧云熙如出一辙，又臭又硬。等我的剑捅穿你的心脏，我看你的嘴还有没有这么硬。6个大男人围攻一个女子，想靠人多取胜，这種打法任誰來看都算不得光彩。你是誰？這是私人恩怨，與你無關。私人恩怨？那你不妨說一說，你們之間有什麼恩，又有什麼怨，也好讓我知道仙君的這位高徒到底該不該死。多管閒事的人往往會付出慘痛的代價，我等不願無故樹敵。姑娘還是快點離開吧。我說他是仙君的高徒，你們沒有一個人感到驚訝。看來你們知道他的身份，敢對仙君的人出手，你們絕不是正道人士。說，你們到底是誰？我們是誰你管不着。我再問你一次，你走還是不走？一群躲在暗處的螻蟻，長了點膽子就敢在刃前囂張。你敢將我等比作螻蟻？柳姑娘，這幫人都是硬茬，別沾，我有辦法脫身，你趕緊走。雖然我不喜歡你，可我更不喜歡這幫陰溝裡的玩意欺負咱們仙界的人。等我收拾了他們，再來跟你算賬。跟我們算賬？就憑你？對，就憑我，不行嗎？冥頑不靈，既然你存心找死，那我成全你。我們的事與他無關。我就看不慣你們清風宗的人，什麼時候都擺出一菩薩面孔，救苦救難。一邊待着去吧，別礙手礙腳。不必留手，先殺這多管閒事之人，再取天機果。我看他不過是虛張聲勢，全靠嘴硬唬人。不對勁，此前他藏匿了靈力，故意示弱。怎麼可能？他之前的狀態看上去就是最普通的修士。你根本不是偶然路過，你一早就在盯着我們與天機果。你說對了，如果你們順利搶了他的天機果，我是不會插手的。偏偏你們一個二個的打不贏他，搶不了果實。你說話，你這是在幫我們吧？你這是在找茬！幫到忙也是幫忙，你可不要不領情。你是不是該感謝我？那你告訴我，你們究竟是什麼人？為何要截殺仙門弟子？我還要去別的地方找東西。你們最好快點說，別耽誤我的時間。我們有眼不識金鑲玉，栽在姑娘手裡，我們認。不要顧左右而言他。如果你不想說或者不能說，直接跟我講，我給你一個痛快，大家都省事。姑娘手下留情，
我等願意吐露秘境，給一條活路，讓我們離開秘境。我們的首領黑鷹大人蟄伏多年，只為竊取此方天地氣運，成為這裡的主宰。每次秘境開啟，都會派人潛入，掠奪珍稀資源，吸納上古靈力。此次劫殺這位姑娘，奪取天機果，只是眾多任務之一，後續還會有更多人手潛入秘境。你們的人都有什麼特徵？或者說，你們內部人員怎麼聯繫？我們的人小臂處都有一只展翅欲飛的黑鷹，很好認。知道的我都說了，求姑娘信守承諾，放我等離去。我只給你们坦白的機會，從未承諾饒恕你們的性命。跨界入侵者還想全身而退，你人沒死，腦子倒先死掉了。你不能出尔反爾，趕盡殺絕，非正道人士所為。若你今日殺了我們，黑鷹大人一定不會放過你。何不給自己留一條後路？我們的勢力已鎖定3處高階秘境，準備大規模入侵。求你饒我掃命！秘境之外，6界各處都有我們的暗線，他們隨時待命，伺機而動。你都听見了，我們想過安生日子，人家不讓呢。你為何如此？方才是你出手救下我，現在又要取我性命。我與你無冤無仇，數次見面偶爾有些意見相左，但都是就事論事，沒有特別不愉快。你救我，又殺我，總得給我一個理由。你以為我恰巧路過此地嗎？不是，我一路疾馳，特意趕來此地。你相信重生嗎？我是重生之人。上一世外域黑鷹勢力入侵，蠶食此方天地，秘境機緣被奪，天地靈力枯竭，仙門修士死傷無數，6界無力回天。那一世的你，身為仙君高徒，身負曠世機緣，說着心懷蒼生的話，最後卻親手將天機果送出，引來滔天大禍。我雖不是頂天立地的男子，卻也做不出勾結外敵、出賣同道的事情。你不要信口開河，污我名聲。你是沒有主動作惡，可你卻因為心軟於善，輕信旁人，淪為外力突破的缺口。黑鷹知道你看重同門情誼，抓了你的小師妹靈芝葉，逼迫你交出天機果。你為了他一個人，斷送了他人的生機。看你這樣子，你還不知道天機果的妙用吧？就像他的名字一樣，吃了天機果的人，不但可以看見哪裡有高階靈芝，還有一次窺見天機的機會。黑鷹在那一次窺視裡，找到了6界的死滅，定下計策將我們趕盡殺絕。我親眼目睹了那場生靈塗炭的浩劫，見過此方世界淪為外域養分的慘景，見過無辜的人一批又一批被虐殺。我不甘心就那麼死去，拼死掙脫輪迴，回到了現在。我殺你不為私心，只為這一方天地的萬千生靈。天機果在你手中便是最大的隱患，上一世因它引發的浩劫，我不願再經歷第二次。你今日能守住它，來日未必能守住本心，所以你必須死。你為何要殺我師姐？她做了什麼人神共憤的事？你護着的人是日後傾覆6界、引黑鷹踏平此方天地的禍根。我今日殺他，非為私心，是替蒼生除去後患。你有證據證明他勾結外域敵人，為禍蒼生？拿來我看看。你拿得出證據，我自動給你讓道；若你拿不出來，別怪我新賬舊賬一起算。你覺得你的師姐是天底下第一好的人，可是在我看來，這天下的第一好人卻是一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。我不與你爭辯，我只要證據。沒有證據，天王老子來了也不能動我師姐一根手指頭。你知道上一世你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嗎？你被黑鷹囚禁，受盡折辱。蘇婉和為換你一線生機，拱手送出天機果，導致天地破葬被泄，6界傾覆。那些血淋淋的畫面，每晚都會在我夢裡重現。你若是我，你會怎麼做？將來的事將來再說。眼下我師姐並未犯錯，你不能憑着一場尚未發生的慘禍，一段重生的記憶，認定他該死。若你執意如此，便先過我這一關。既然你執意護他，那便問問我手中的劍。你若能勝我，今日我便饒他不死；你若敗了，誰也攔不住我斬草除根。
過去的事已經過去，何必頻頻回首？重活一世，乃天賜機緣。你切勿執着於過往種種，以殺止殺，毀了福氣，墮入歧途。我從忘川的河水裡爬出來，從閻王手裡證命，又豈會害怕歧途罵名？只要能保住這方天地，什麼我都敢背。以我修为相当，再战下去也没有意義。你護得住他一時，護不住他一世。未來從無定數，我會不斷提升自己的修為，守好師姐，更會查清黑鷹的陰謀。若真有一天黑鷹來犯，我會死在你前面。沒想到，這個看着弱不禁風的人，竟有這份膽。師姐，把天機果給我。你為什麼把它吃了？盛名之下，其實難副。傳聞中的天機果，口感居然這麼糟糕！呸呸，還不如我一顆下品靈石買的煎餅好吃。回答我的問題，你為什麼把它吃了？這枚果子是黑鷹目標，不管它在誰的手裡，都逃不過被黑鷹盯上的命運。你若把它毀了，別人不會相信。這可是天機果，誰捨得毀掉？只要他們不信，就會有人為了他捨生忘死的糾纏你。如今他成了我的腹中餐，他們想找麻煩也找不上你。若有人不信，只要摸我的脈就知真假。可這東西吃了就成了我身體的一部分，再也提煉不出來了。打他主意的人，是不是也就沒轍了？他們最多在背後罵我暴殄天物，罵我爛泥扶不上牆。如此一來，師姐不用擔心有朝一日被人威脅，你不用擔心他落入黑鷹之手。皆大歡喜的事，我何樂而不為？你就不怕黑鷹報復你？我是藥修，是清風宗的頂級煉藥師，會看病也會下毒，更知道如何快速讓一個人毫無痛苦的死去。若是我被黑鷹抓住了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，我都能讓自己很快死去，絕不會成為誰的軟肋。我有一事想問你，聽人說你從不許異性靠近天明師兄，此事屬實？你們想知道我為何抗拒旁人靠近大師兄？說起來，都是我的錯。上一世我執念劍道，一心衝擊仙界頂尖劍修的寶座。大師兄劍術高超，我日日纏着他陪我練劍，幾乎到了形影不離的地步。久而久之，這樣的行為落在別人眼裡，就成了我對他的佔有。我不屑解釋，依舊我行我素。於是傳聞就更難聽了，說什麼的都有。我不怪他們。彼時的我功利心極重，待大師兄向來利用居多，真心寥寥。我借他的能力進階，借他的人脈擴充自身資源，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。我一直以為他對我也只有同門情誼，從未想過他為何會對我百依百順。直到仙界侵犯，黑鷹攻破仙界結界，宗門淪陷，同門喋血，我才看清很多被我忽略的真相。浩劫來臨，六界自顧不暇，大師兄與許許多多我從未放在眼裡的同門逆勢而行，擋下一批批殺手，為老幼婦孺爭取逃命的時間。當時我重傷倒地，漫天劍雨破空而來，我已命懸一線。危急關頭，是大師兄擋在我身前，替我擋下了所有飛劍。萬劍穿心，血肉淋漓。他撐着殘破的身體，耗盡最後一點靈力，將我和幾名老佣送出了天陰宗。後來，我從活下來的同門口中得知，大師兄數十年默默相伴，陪我走過無數苦修日夜，從來不是普通同門情分。他信閱我多年，只是從未宣之於口。那場劍雨來得蹊蹺，劍落下時，我意識模糊，視線渙散。我看不清下令放箭的人，但我記得那道身影和那個聲音，那是一個女人。她大聲笑着，割下了大師兄的頭顱。我無從知曉他的身份，無從查證他的來歷。我唯一能確定的是，說着我們的語言，穿着我們的衣衫，絕非外域之人。帶着這份遺憾與疑點重生而來。我分不清世間誰善誰惡，也不知道那名女子是否就潛伏在我身邊。我害怕往事重演，所以才……你們可以嘲笑我的偏執，可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能保住他的方式。
接下来咱們結伴同行吧。現在把事情說開了，我清楚你行事的目的，也理解你的行為。換作是我背負這些往事，未必能做到你這般克制。如今黑鷹虎视眈眈，能六界暗藏隱患，單憑我們任何一方都難以與之抗衡。你有重生的技藝，战略判危機，看破陷阱，師姐行事穩妥，根基扎實，是最靠譜的同行之人。我精通要道，熟諳毒理，可保大家行路無憂。我們取長補短，結伴同行，遠比獨自在這秘境裡闖蕩穩妥得多。你不怕我反復無常，傷了你們？你有軟肋，有底線，有想要守護的人和天地，便不會肆意妄為。你的極端從來不為私利，這份信性值得托付。而且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。我贊同小師妹的提議，過往紛爭皆因誤會而起，如今誤會消除，我們便該放下隔阂，同心應對眼前危機。好，我們結伴同行。咱們眼下最重要的目標是尋找青鳥靈羽，這東西用途廣泛，既能提升高階法器的防禦能力，還能幫忙尋找秘境寶藏，对我們追查黑鹰勢力也有很大的幫助。我打听過了，把那灵羽化成的指環戴在手上，就可以用拥鸟的速度，听听青鳥的速度，那可是6界第一。有了它，坏人想跑都沒门。是，这確實是當務之急。只是小師妹，可不可以收一收你的口水？地面都被打濕了。真希望我的口水能把這地方淹了，青鳥靈羽就飄在水面上。我記得青鳥靈羽出現在一個叫落鳳山的地方，那是秘境的中心地帶，路上有許多高階妖獸，我們要小心行事。前方气息浑浊，有高階妖獸盤踞，做好迎戰準備。鱗甲厚重，難以刺破，主攻眼、鼻、傷口等薄弱位置。他狂性一起，繼續攻擊他的弱點。妖入血的3息間，他的攻擊力會降到最低，動作也最慢。師姐，趁現在封其四肢。組隊形勢確實事半功倍，換做一個人來應對，恐怕就沒這麼容易了。那是自然，微微主攻，師姐控場，我輔助，咱們這組合在秘境裡可以橫着走。你呀，跟個孩子似的。這只是外圍的守衛獸，越往深處，獸類品級越高，警惕性越強，我們得打起12分的精神來。這片林子妖獸分布很有規律，外圍只是試探，中段才是真正的防線。風聲裡摻了不少異動，前方地形逼仄，一旦遇襲，周旋空間會大幅縮減。前方隘口扎堆盤踞着妖獸，數量不止一頭，分左右兩路迂回包場，應急防禦極強，集中攻擊頭性與下腹。我困住他們，你們尋找機會出手。這藥粉真好使，回頭我要多弄點帶在身上。不對，妖獸不該只有這點實力，他們之前已經與人戰鬥了很長時間，逃命時遇見了我們，與他們過招的人非常強。我也發現了，咱們可能有大麻煩了。怕什麼？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，總會有辦法化解危機的。從前我怎麼沒發現小師妹遇事這麼樂觀？從現在開始，我做回那個膽小柔弱的天鷹宗小師妹。你們與我的關係不遠不近，只仙界同胞而已。之後見機行事。不愧是天道蟲兒啊，這智商就是高。你走了之後，我們遇上了一批來路不明的修士，他們埋伏林中偷襲，戰力很強。若不是那2位道友的同門及時趕到，我們還沒脫身。那2位道友跟他的師兄師姐走了，他們讓我給你帶話，說謝謝你。我們緊趕慢趕，總算趕上你們了。難怪一路總能捕捉到陌生靈氣流動，原來混入了不明人員。前方深處有人影，我們跟上去看看。沒想到會在此處碰面，看地面痕跡，你們剛經歷過一番搏鬥。我們一路清剿妖獸到此，沒想到你們也選擇這條路入山。與你們走散後，我們幾人結伴而行，專挑妖獸密集度偏低的路線穿行。中途遇上幾波獸群，幾番交手後便繼續趕路。我們運氣尚可，行至半山崖谷時，尋到青鳥棲息的巢穴，費了一番功夫後，取到了巢中的靈羽。青鳥靈羽長這樣啊？傳聞此物能指引直谷者找到秘境最大的寶藏，是真的嗎？剛才沒顧得上說你，這東西沒有你說的那麼神奇。不信你問季師兄。是，它與秘境寶藏無關，但確實能改變法器的等級，提高飛行的速度。這東西沒辦法給大家分，我會把它交給仙君，充作仙界的公產，用在最需要的地方。接下來，咱們趕去終點吧。
是秘境規則異動，空間在強制洗牌。秘境未曾决出最終勝負，也未抵達終點，為何會提前強行遣返所有人？秘境開啟時長歷來固定，此次強制避獄，或許是發生了能撼動秘境規則的變故。你們4人平安從秘境脫身，真是萬幸。師父，秘境為何提前關閉？是出了什麼問題？我們並未觸犯秘境規則。此次秘境歷練期間，6界異動頻發，多地結界出現破損，域外邪氣滲入世界，不止一地亂象，不少宗門轄地接連遭遇邪祟侵擾，多處秘境古地規則紊亂。玄天秘境被迫緊急封閉，遣返所有修士，就是为了規避更大的損失。怎麼沒看見二師兄？他還沒出來。你二師兄提前離場，去冥界了。清風宗乃至整個仙界的弟子中，雲飛是最敏銳的那一個。他最先察覺到秘境終點有兩股異常的氣流，那並非妖獸煞氣，也不是修士靈力，是跨界湍動的冥界陰氣和魔眷煞氣。有人借着秘境人員繁多、氣息驳雜為掩護，暗中打通了秘境通往冥界和魔造的通道。此事關乎兩界和平，比歷練重要得多。冥界叛变虽平，但幕後勢力意圖不明，且魔界壁壘鬆動，這不是好兆頭。本座已知魔界異動，此處局勢地定，無需留守。阁下是誰？來的倒是時候。清風宗二弟子楊雲飛，先平亂，別的事之後再說。我祝你穩住隘口西防線。二師兄，謝謝你。阿里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只是開端，真正的紛爭才剛剛顯露苗頭。師父，柳微微乃重生之人，她完整的保留着前世的記憶。據他說，日後一名叫黑鷹的男子借天機果窺探天機，侵覆6界。經查證，此事屬實。魔界、冥界發的亂象，與黑鷹脫不開干係。我看你心緒沉穩，心中似乎已有決斷。依你之見，如今該如何處置？弟子認為，眼下切忌貿然行事，敵明我暗，優勢在我。我們只需按兵不動，不打草驚蛇，以不變應萬變。黑鷹折損人手，必會暫時蟄伏。咱們順水推舟，將此事定為入魔修士作亂，昭告6界，讓他誤以為一切僅是巧合。事情仍在他的掌控中。明面咱們按兵不動，暗地聯動6界，整合戰力，修補防線，徹查內奸，摸排敵方實力，收攏情報，積蓄底牌。咱們不爭一時長短，只等最後一刻，一舉將來犯的敵人連根拔起。藏鋒斂銳，示弱誘敵，後發而動，一擊定局。亂世博弈，最忌激進。我現在就去安排。務必將此事的影響控制在最小範圍內。既然我來了，就絕不允許黑鷹傷害無辜之人。我要改寫此方天地的命運。待風暴過後，我就可以當鹹魚了。刚才沒顧上問你們，這次歷練收穫如何？人間界的凡人修士受傷較多，
好在領隊拎得輕輕重，帶人躲進安全處，直到被傳送出境。謝天謝地，謝老祖宗保佑，我姐平安無事。妖界和县爷都有人死傷，只有我們清風宗和問劍宗的人全身而退。此次叛亂的時機太巧，剛好卡在玄天秘境開放、魔界兩大主戰力不在之時。早前我受傷出現在望鄉谷，追着林姑娘喊打喊殺，一直追到了狼牙山。這段記憶我始終模糊，不知道究竟是何事導致我行為失常。剛才我被一名叛軍的除魔棒砸中腦袋，那些想不起來的事一下子都想起來了。那天晚上臨睡前，我喝了一盞參湯，這是我多年養成的習慣。伺候湯水的人跟了我多年，忠心毋庸置疑。可就在我放下湯盞時，他突然發难，捅了我一刀。隨後，他抱着頭哀嚎，化作了一灘黑水。我神思恍惚，跌跌撞撞出了魔界，一路跑到了望鄉谷，暈在了林間。等我醒來，就看見林姑娘站在我身前幾步開外的地方，問我需不需要幫助。我视那逝者為長輩，與他頗為親近，他沒理由害我。魔君的意思是，這可能是黑鷹的手法。我是有這個懷疑，可是我沒有證據。黑鷹原打算先亂魔界，再亂冥界。你命大，沒被毒死，冥王夠狠，快刀斬亂麻平了叛亂。原來如此，元神毒發身亡時，我剛好穿越過來。既然事情已經明晰，咱們是不是也該準備起來了？这几年仙门人才辈出，这次大比，咱们清風宗不能落於人後。那是自然，每次大比都是咱們拿第一，這次也不例外。小師妹，這次比賽你覺得你能拿第幾？拿什麼名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每天都有很大的進步。話雖如此，可全宗上下都在憋着勁兒，咱們也不能拖後腿。師姐放心，我心裡有數。聽說問劍宗的大師姐方若華出關了，是，這位心思深、修為高、脾氣好，你想挑他的刺都不好意思開口。師姐與他打過交道？不多，但深刻印象。到了大比那日，你自己看。你繼續練習，我去別處轉轉。秦師弟日日苦練不歇，這次大比的劍道榜首，怕是要被你收入囊中了。同輩強者雲集，不敢妄言必勝。我只是想多加練習，為師門多出一份力。本屆大比競爭激烈，聽說仙君的那幾位弟子都有奪魁的實力，再激烈也無妨。大師姐已出關，有他坐鎮，我問劍宗從未有敗績。也是，咱們萬事無憂，只管練習。師父何時回來？難說，宗門的事兒由大師姐操心，師父肯定要玩夠了才回來。這師父當的夠輕鬆。見過大師姐。不必多禮。臨近大比，大家不要分心，要專心修行。若遇到困難，儘管來找我。大師姐，此次大比，我們是否要留守？無需留守，亦無需逞強。真正的強者不靠張揚立威，也不因強敵膽怯。可外界說清風宗、追月宗天才輩出，若是硬碰，我們未必穩贏。天才常有，穩者不常有。我們只需穩守本心，便可尋得制勝之機。沈大哥，別來無恙。我很好，快坐。聽朱月說你找我有事。沈大哥，我此來只為問你一句話。你問。你尋找春暉，到底是為了你自己，還是另有目的？你為何會這麼問？可是發現了什麼不對？若只是為自己，你不會讓沈白和楊洋冒險入秘境，只為送一張圖。你不是那樣自私的人。所以你懷疑我尋春暉與黑鷹之亂6屆傾覆有？是。小閻王雖小，戰力卻高。你故意放他出冥界，引黑鷹對冥界出手。你早就知道黑鷹的存在。果然機敏。我殿前侍衛長乃重生之人，上一世為守冥河，力戰而死。
他把他知道的都告訴了我，我才如此行事。那你派他们送来的那张图，到底和春晖有没有关系？还是说那只是一个幌子？那张图的確出自上古秘籍，但和春晖有沒有關係，我不確定。假圖紙的古籍裡只有一句詩文：沈白送圖是幌子，我想借你的眼發現異常。抱歉，我沒有任何發現。它在我眼裡，就只是一張顏色陳舊、畫工精湛的圖紙。你師父有沒有告訴你，望鄉谷還有一個古老的名字春晖潭，傳說死在那裡的人能重回母親的懷抱。元阎王殲滅穿越成功了嗎？他昨夜入我夢，跟我說，生活在我們的祖國，雖然不能長生不老，但那種安心與幸福，他從未體驗過。我是背着師父出來的，該回去了。下次夢見機滅，替我帶句話給他，要是他敢隱瞞春晖的線索，我饒不了他。姐，你怎麼來了？你吃了天機果，黑鷹不知道多恨你，你不能獨自離開仙界，太危險了。二師兄說你遭人暗算，身受重傷，我放心不下，必須見你一面才行。怎麼樣，身體好？但也無大礙嘛，雖未痊癒，此番也算因禍得福，挨了一棒子，記憶恢復了，而且我已經掌控了元神的力量。我不信，誰能想到呢？膽小怕死的林少爺也能獨當一面了。人總要成長，有林峰和朱月從旁協助，加上我4年學生會會長的管理經驗，我才沒有露餡，坐穩了這個位置。我親愛的傻弟弟終於能自己飛了，無心甚慰，好好幹。姐姐能不能當一條幸福的姻緣，就全靠你了。姐姐只管躺平，弟弟給你賺零食，攢嫁妝，積人脈，等將來天下太平了，再給你找個俊俏的郎君。就知道給我畫餅。行了，言歸正傳，仙界的宗門大比，魔界會派人出席嗎？我要留守魔界，以防黑鷹作亂。姐，比賽時你能贏就贏，不能贏就別硬撐。千萬要保護好自己。放心，你姐是什麼樣的性子，你還不清楚嗎？我惜命的很，絕對不會亂來。春晖的事，咱們再想辦法。反正沈大哥已執掌冥界，不急在這一時。他也說了，既來之則安之，急不來的事就放一邊，先做最要緊的事。過幾天我會在魔界內部展開秘密清查，以防禍氣蕭牆。上次吃了一個悶虧，我可不想重蹈覆轍。萬事以穩妥為先，切勿急躁冒進。我們守好各自的地盤，靜待時機，聯手破局。姐，記住我的話，萬事小心。等危機解除了，我接你來魔界住。各位，明日就是宗門大比了，各家精銳盡出，暗流湧動。你們可有什麼想法？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拿第一，仙界頂尖體修的寶座，我絕不會讓給別人。放眼仙界，同輩之中能與你爭一爭的，只有追月和萬全的那幾位。不過他們不是你的對手。師妹這個實力是不需要擔心的，該擔心的是我和大師兄。方若華親自下場，咱倆勝算不大。方若華的強悍不在於獨門功法或靈力深厚，他心境穩固，劍意純粹，幾乎沒有短板，能接他50招的人不多。有傳聞說，方若華與人比試時最多只出5分力，他若全力以赴，即便是咱師父也未必能佔便宜。他能保留一半實力，我就不能留更多嗎？他會藏拙，我就不會。你們儘管放手一搏，不必有後顧之憂。不然，為何那幾個老東西在我面前不敢囂張？因為我蕭雲舒是憑本事坐上這個位置的。難怪師父連神界都不放在眼裡，我以為他有背景，結果他靠自己，真好，我的鹹魚夢有保障了。一群傻徒弟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來明日愁。來，喝酒。
宗门精锐尽數到場，這場面百年難遇。他果然來了，光是站在那裡，氣場就遠勝旁人。與閉關前相比，他的修為又有精進，賽場之上怕是無人能撼動他的位置。若是他們不來，這戲可就唱不起來，要冷場了。仙界宗門大比正式開始，首場比賽咱們不比拼招式，不比拼拳腳，只比靈力的純淨與深厚，擇優晉級。我主修心性溫和之道，不拼爆發力，能穩在上品高階，也算不負平日修行。他的劍術那麼厲害，我還以為他會參加劍道的比賽。師姐，你忘記他之前說過的話了。他說他又裝回那個柔弱的小師妹了。不愧是天鹰宗的掌门大師兄，直接拉開了和眾人的差距。他常年苦修不輟，又很有天賦，尋常人根本比不了。但他不是今日的上限。这就是他的真實實力嗎？也太恐怖了吧！看似巔峰，實則藏拙。他還是沒盡全力，果然會藏，一點都破綻看不出來。上輩子你的靈力可是達到了靈尊大圓滿啊！方若華，靈力純淨無瑕，根基渾厚穩固，首輪評級頂尖甲等。现在開始體修淘汰賽，不憑法術靈力，只比肉身強度、格鬥技法，臨場搏殺。追月宗的蔣方舟是天賦型選手，近身搏殺極狠，爆發力在同輩裡堪稱一絕。婉和這場不好打，蔣方舟擅長攻，力量強；婉和擅長守，韌性佳。這一局是強攻與穩守的極致對沖。蔣方舟攻勢太急，破綻見血，婉和穩得住，只要熬過前期猛攻，勝算只會越來越大。不驕不躁，懂得以穩破銳，這才是體修該有的格局。多謝蘇姑娘手下留情，我技不如人，輸得心服口服。體修決賽落幕，蘇婉和不負眾望，再度衛冕成功。接下來開啟本次大比劍修對決賽事，由天鷹宗季天明對問清風宗宋之堯。終於輪到他們倆了，兩大頂尖劍修對決，這才是今日大比最值得看的對決。季天明的劍路靈動灑脫，劍意鮮活，勝在爆發力與劍鋒，是難得的初級型劍術。宋之堯的劍勢整個內攻守均衡無短板，持久戰與全局把控能力堪稱一絕。二人的劍法精妙絕倫，劍意純粹通透，靈力也旗鼓相當。今日一戰，恐怕難分勝負。此番對決難分伯仲，本作裁定，天鷹宗季天明、清風宗宋之堯並列榜首，成為仙界劍道雙傑。接下來開啟藥修比試，藥修不比殺伐，以拼靈藥培植、丹藥效果、控藥心法與靈力溫養的造詣。又見面了，
你说这一次我们誰會贏？如果我說是我，你信嗎？信，所以我也要認真了。這一戰之後，我請你喝酒。兩人都是藥修中的天才，一路過關斬將，闖進決賽。這場比拼怕是和方才的劍修對決一樣，難分勝負。藥修不拼殺法，重在心穩、術純意境，更看底蘊與臨場掌控。二人各有優勢，正好今日一較高下。藥修決賽最後一環，以毒試藥，以藥解毒。誰先化解對方的毒藥，穩住藥性，誰就是王者。就是你吃了天機果，還好時間不長。本座有法子將它從你的體裡提煉出來，只要擒住你借你的天機眼窺探天道隱秘，本座便可橫行6界。乖乖跟本座走。黑鷹，我們等你很久了。你這話什麼意思？意思就是好戲開場了。哼哼。一群蝇營狗苟鑽天道規則漏洞的蒼蠅，也妄圖滅仙門霸天下，配嗎？配不配，試一試不就知道了。本座很好奇，你憑什麼斷定本座一定會來？憑你蠢，憑你貪，憑你壞，憑你狂妄自大，憑你賊心不死，憑你認為我們都是傻子。所以你故意的和宗門大，讓本座以為各派精英齊聚狼牙山，後方戰力薄弱，可趁虛而入。宗門大比本來就該開了，借他引你入局，你才不會生疑。一舉兩得的事，本仙君何樂而不為？別得意的太早，鹿死誰手尚未可知。本座今日要血洗狼牙山，用你的人頭祭奠那些死去的兄弟。果然是靈尊大圓滿，不錯不錯，不愧是與我競爭仙君之位的人，這漂亮的身手當真讓人着迷。蕭雲舒，你敢小覷我，今日我必殺你，以解我心頭之恨。黑鷹，手伸得太長會被砍掉的。從今天起，外域沒有你這一隻。有得岐山在，不愁沒柴燒。大家跟緊我，咱們一起殺出去！你當我狼牙山是什麼地方？想來就來，想走就走，有那麼便宜的事？既然來了，就都別走了。有你們在，這天就塌不下來；有你們在，那邪祟就翻不了天；有你們在，我蕭雲舒無畏無懼。